40岁大姐一天放屁30次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叹气，来得太晚了。在办公室里，李女士的脸上带着明显的尴尬，她低声对她的同事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最近真的很困扰，一天要放屁超过30次。”同事看了看四周，小声回应：“啊，这听起来非常尴尬，但也许你应该看看医生。”几天后，在医院的候诊室，李女士焦急地等待着。她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生活，这使得她不得不去医院看看。检查的结果出乎意料，医生的话重重地打击了她。你来得太晚了，情况已经很严重了，肠道癌细胞已经有了转移的迹象。这个消息让李女士心里一沉，但她仍然保持着一线希望。她回想起自己最初只是因为频繁放屁才来医院，现在却面对可怕的癌症诊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女士的尴尬经历。李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个尴尬且不寻常的问题，她开始频繁的放屁。这个问题初期不过是工作时的几个小插曲，但很快就发展成了影响生活的困扰。开始的几周内，李女士试图通过调整饮食来解决这一问题，减少了豆类和高纤维食物的摄入，希望能够减少这一不雅现象的发生。但她很快发现，无论怎样调整，情况似乎并无好转。时间进入到10月初，李女士一天的放屁次数竟然超过了30次，这使得她在工作中极为尴尬，甚至开始避免与同事共进午餐，自己悄悄地躲在食堂角落。每次放屁后，她都感到非常羞愧难当，尤其是在会议室中的尴尬场面让她倍感压力。她在办公室的私人空间内对一位好友电话诉苦，李女士声音中带着无奈，对好友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调整饮食也没用，每天这样下去我都快疯了。考虑到这可能是某些健康问题的信号，她的朋友建议她去看医生。李女士也决定请假去医院。在胃肠科的候诊室里，她有些紧张，同时也希望能够找到引起频繁放屁的原因。接诊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年医生，他耐心听李女士描述了她的症状后，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，包括腹部超声和一项肠道功能测试。在等待检查结果的过程中，李女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四周是忙碌而有序的医院景象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医生的表情略显严肃，他呼唤李女士进入诊室，深吸一口气后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李女士，你来得太晚了，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，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。你的肠道中有异常增生的细胞，这可能是导致你频繁放屁的原因。不幸的是，这些细胞已经有了转移的迹象。”李女士心中一沉，她没想到一个简单的放屁问题竟然暗藏如此严重的健康威胁。医生继续解释道：“这种情况我们通常会进一步确认是不是肠癌，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立即开始治疗，尽可能控制病情的发展。”接下来的几周，李女士的生活几乎围绕着医院和治疗。尽管心情沉重，但她试图保持乐观，积极配合治疗，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这个经历虽然痛苦，但她决心面对现实，勇敢地与病魔战斗。对于李女士来说，这一切只是生命旅程中的另一次艰难挑战。她准备用尽全力去应对频繁放屁的背后预警。李女士的医学检查显示了一个重要的健康信息：频繁放屁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消化不良的小问题，而是潜在的严重疾病预警。肠道健康与放屁频率的关系始终是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。正常情况下，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放屁的次数大约在1到10次之间，这是消化过程中食物发酵产生气体的自然结果。然而，当放屁的次数超过常规，尤其是像李女士这样远超正常范围时，它往往提示着肠道中可能存在某种功能障碍或疾病。在医学诊断中，频繁的放屁往往与几种肠道条件相关联，包括但不限于肠易激综合症、慢性炎症性肠病，以及更严重的如肠癌。李女士频繁放屁是因为肠道中的癌细胞增生所引起的气体排出问题，这是一个极端但确实发生的情况。当肠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它可能导致肠道狭窄或阻塞，从而影响气体的正常排出。这种情况下，患者可能会体验到放屁频率的增加或异常放屁，比如放屁伴随异常气味或颜色。
这些都是肠道健康状况不佳的重要信号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。对于李女士来说，持续的放屁问题最终推动她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。这一举措虽晚，但至少为她的状况提供了确诊，使得后续的治疗可以即刻开始。医生对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，指出肠癌的可能性，并且强调了及时医疗干预的重要性。对于身体发出的任何不寻常信号，即便是如放屁这样常被忽略的小事，也都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。这不仅是对自身健康的负责，也是预防严重疾病的一种手段。通过定期的体检和对身体信号的敏感度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，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医疗措施。肠道健康的维护不仅仅依靠医学干预，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极为关键。合理的饮食、适量的运动以及避免过度压力，都是维持消化系统健康的重要因素。放屁与肠道健康背后的科学依据。放屁虽然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生理现象，但其背后的生物学和医学机制却复杂多变。放屁的生产过程基于人体的消化系统，当食物进入肠道后，大量不能在小肠中被吸收的食物残渣，如纤维素，会进入大肠。在这里，肠道内的细菌将这些残渣分解过程中产生气体，包括氮气、氧气、二氧化碳、甲烷和硫化氢等。这些气体积聚在肠道内，最终排出形成放屁。放屁频率的增加可能只是消化系统的异常，虽然偶尔放屁频繁可能是由于吃了过多的产气食物，如豆类和某些蔬菜，但如果放屁持续异常，尤其是伴随有异味或是连续数日放屁次数显著增多，这可能是消化系统疾病，如肠易激综合症、炎症性肠病或更严重的疾病，如肠癌的初期征兆。放屁的异常特征包括放屁的声音、气味和排气的频率。例如，含硫气体较多的放屁通常有较强的臭味，这可以反映肠道内细菌分解蛋白质的增多。此外，如放屁伴有疼痛或非常频繁的需求，可能表示肠道有机械性阻塞或其他功能障碍。在处理频繁放屁的问题时，应考虑调整饮食习惯，减少产气食物的摄入，如豆类、卷心菜等。增加活动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气体通过肠道更有效地排出。如果这些方法无效，应及时就医进行更深入的检查，如肠道显像或肠道功能测试，确保没有潜在的严重疾病。肠道健康的维护是预防放屁异常的关键，保持肠道菌群平衡对于消化健康至关重要。适量摄入益生元，如洋葱、大蒜和香蕉等食物中的不可消化纤维和益生菌，如酸奶和其他发酵食品，可以帮助维持肠道菌群的健康状态。定期的肠道健康检查，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大的成年人，可以及早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题，从而避免严重疾病的发展。虽然放屁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，但其频率和特性的改变可能是更深层次健康问题的警示。通过理解放屁的生物学基础和调整生活习惯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肠道健康，提前预防可能的疾病。结语：李女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健康自觉的重要提醒。常见的身体现象如放屁，虽然可能被视作生活中的小插曲，但其实它们可能是更深层次健康问题的前兆。放屁的生产过程可能是引起异常的因素，以及这些异常背后可能隐藏的严重健康问题。肠道健康是维持整体健康的关键，而及时关注并应对消化系统的警示信号，是预防严重疾病的第一步。我们可以通过增强健康意识和定期检查，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，避免未雨绸缪变成亡羊补牢。